终于和华为合作了，终于要开拓手机内容了。我也没想到第一期手机内容就是国产手机的天花板，华为 Mate 70 Pro 加的 1TB 版本。所以 Mate 70 Pro 加如何让我颠覆了对手机创作的认知？如果你是做内容的，这台华为 Mate 70 Pro 加可能让你重新考虑什么叫做手机拍片。作为一个每天拿着相机到处跑的创作者，我原本以为手机拍视频就是能用就行，因为只有迫不得已才会用上手机拍的画面。但用了华为 Mate 70 Pro 加近1年后，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它把手机影像能力拉到了一个新高度，高到让我开始怀疑很多场合下还需不需要挂着微单出门了。本期视频我就站在自媒体人和影像创作者的视角，跟大家聊聊这部华为 Mate 70 Pro 加如何颠覆了我对手机创作的认知。先说明结论，华为 Mate 70 Pro 加在一定情况下是可以作为一台随身影像工作站，不吹不黑啊！从白天到黑夜，从拍摄到剪辑，它全程都给了我又稳又香的体验。这话不夸张，接下来我会结合实际应用场景，把这干货拆解给各位。先说白天的拍摄表现，拿到华为 Mate 70 Pro 加的那天正好是阳光明媚，所以我决定去城市公园拍点素材试试水。一上来就被它色彩的表现惊到了。Mate 70 Pro 加拍出的颜色非常讨喜且真实，就像在现场肉眼所见一样，蓝天的蓝，树叶的绿都很准确，也没有了曾经华为的过度饱和，也不失层次。以前用一些手机拍摄，天要么惨白一片，要么过分蓝的发假，但这次我拍摄的天空云朵分明，层次丰富，完全不用后期去拉。我们都知道华为这代加入了红枫原色影像的技术，据说在相机里加了一个150万像素的多光谱传感器来校准颜色，听起来很玄乎，但实际效果就是照片和视频的色准度提升明显。我基本没怎么费劲调色，成片就已经很顺眼了。让我惊喜的是人像肤色，平时手机拍人像容易把皮肤拍得偏红或者偏黄，但 Mate 70 Pro 加对肤色的还原还是相当自然的，可以直接拿去朋友圈。除了色彩，白天的细节和动态范围也让我挑不出什么毛病。Mate 70 Pro 加搭载了 Ximage 影像系统，全焦段都有提升，5000万像素的主摄带有物理可变光圈，从 f1.4 到 f4 10档可调。这是什么概念呢？简单说就是光线好时它能收缩光圈提高锐度，光线差时它又能放大光圈进更多的光。白天户外拍风景一般让它自动收小一点光圈，照片边缘细节都很锐利。拍特写或者人像则开到 f1.4 的超大光圈，背景虚化立马出来，人物也更加突出。一个手机实现了类似于相机镜头的景深控制，让我在创作时有了更大的自由度。更妙的是，这光圈切换完全是手机的 AI 算法自动帮助你完成，几乎无感知。我在大晴天下拍建筑，直出的照片每一处细节都很能打，切到长辈们喜欢的花丛中特写时，又能给我前景深的梦幻效果。这种进可拍风光，退可拍人像的从容感，以前只有相机给得到，现在手机也做到了。动态范围方面， Mate 70 Pro 加也做得很出色，在正午阳光下拍摄街道，两边明暗反差特别大，但成片里的暗部细节和天空高光都保留住了，没有哪边过曝或死黑的情况。这离不开华为的强大算法和多帧合成的能力，亮处不过曝，暗处有细节，画面感官非常舒适，这对创作者很重要，意味着后期不用拼命的去拉亮拉暗，手机直接给你的素材就已经是在一个理想的宽容度范围内了。再说夜晚和暗光环境，这部分 Mate 70 Pro 加可以说把我的下巴惊掉了。作为创作者，很多灵感其实是来自于夜晚的城市，比如霓虹街道、人文集市这种氛围。我特地在夜里用 Mate 70 Pro 加去拍了一段街拍风的短片，结果回来看素材时，我甚至怀疑这真是手机拍的吗？暗光下画面的纯净度和亮度让人难以相信这是出自于手持的手机。华为 Mate 70 Pro 加的主摄传感器采用了 RYYB 的阵列，简单科普一下，普通手
手机传感器是 RGBG， 而 RYYB 把绿色像素换成了黄色像素，可以捕获更多的光线，再配合超大的 f1.4 光圈和 OIS 光学防抖，硬件堆料已经拉满了夜拍的先天条件。实际效果就是在昏暗的环境下手持拍照，画面依然亮堂清晰。在一条只有路灯照明的小巷拍照，按下快门拍出来的照片里，路边暗处的环境等细节内容都依稀可见，而天空也没有出现那种彩色的噪点。同行的小伙伴拿另一部普通手机拍，同样的角度下，它的画面基本黑成一片，只能看见路灯的亮点。拍视频也是类似的惊喜，噪点控制比我之前用过的机型都好很多。更牛的是 Mate 70 Pro 加在夜景的视频中还能保持相当自然的色彩和氛围感，并不会为了提亮而把夜晚拍成白天的那种失真。比如烤串摊火苗的橘红色，路边招牌的霓虹紫，在画面里看着都跟肉眼所见一样有味道，这种感觉真的很爽。以前拍夜间视频得背三脚架，现在拿手机随手一拍就是能用的夜景大片。顺带一提， Mate 70 Pro 加还有一个超级夜景模式，在极限黑暗下可以通过多帧合成把画面进一步提亮，出片亮度提升巨大，把肉眼下黑乎乎的场景拍出了月光下的即视感。当然这种模式比较吃算法，我发现静止风光效果最好，如果有人在走动的场景可能会轻微的模糊，但总的来说 Mate 70 Pro 加让我真正体会到了夜视一级的手机夜拍，以后夜里灵感来了，拿着手机就能创作。当然作为创作者，有时候我们需要捕捉远处的画面，比如舞台上表演的特写，或者城市天际线的某个局部。这台 Mate 70 Pro 加在长焦方面同样没有让人失望，它配备了一颗4800万像素的潜望式长焦，等效于约 3.5 倍的光学变焦。平常拍摄1倍主摄、3.5 倍长焦和10倍混合变焦是最常用的几个档位，我来回切换试了很多次。在 3.5 倍的光学长焦下画质稳，白天远处建筑的窗框条线清清楚楚，夜晚隔着马路拍对面楼上的发光招牌，文字也能辨认，这让我在取景构图上更加游刃有余。脑补一下，在人群后排用 3.5 倍的长焦拍摄舞台表演，人物面部表情都会记录得十分到位，完全能剪进正片里。当我需要更远，比如10倍变焦， Mate 70 Pro 加也提供了一个混合变焦的档位。虽然这10倍并非纯光学，但华为算法这次很给力，成片的解析力在手机上看依然能接受。我曾用10倍的变焦拍了一段对于天际线的特写，远处高楼的轮廓和霓虹灯都有模有样，没有糊成一团。当然10倍以上或者再继续往上，它最高支持100倍的数码变焦，画质上就要看运气和稳不稳了。我也开玩笑的试了一下用100倍拍月亮，能拍到，但细节一般，更像是锦上添花的功能。不过在10倍及以内，这枚长焦镜头的确给了创作者很大的信心，感觉像是随身携带了一台小长焦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颗长焦还支持长焦微距功能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可以在不靠近被摄物体的情况下，用长焦对到极近的距离拍摄微距的特写，这对创作者来说实在是太实用了。举个例子，想拍一朵开在池塘里的花，伸手又够不到，如果用普通的镜头贴近拍，不但人够不着，靠太近手机阴影还会挡光。Mate 70 Pro 加的长焦微距让我们站在岸边就可以拍到了花的特写，水珠和花瓣纹理都历历在目，而且背景虚化的相当漂亮。有了这个功能，我感觉随手就能拍出一些以前想都不敢想的那种奇趣素材了，创作的边界一下子就被拓宽了。作为内容创作者，我们有时候既是摄影也是被摄对象。Mate 70 Pro 加在前置镜头上同样为创作者考虑周到，它配备了一颗1300万像素的超广角前置和一个 3D 深感摄像头，用来辅助景深和人脸解锁。实际体验下来，前置超广角对 Vlog 太友好了。我拿着手机自拍说话，28毫米的等效取景，把我和背景后不少的环境都收入画面，不用担心自拍到大脸
画质方面，前置支持 4K 视频录制，白天光线好的时候，画面清晰度和主摄素材剪在一起差异并不大，这对于经常要前后镜头结合剪辑的人来说是一个大大的加分项。因为有 3D 深感摄像头，Mate 70 Pro 的前置人像模式也很给力。我尝试用前置拍了一张人像照片，背景虚化的自然且准确，没有那种廉价算法模糊的边缘锯齿感，耳朵、头发这些细节也都处理得挺干净。目前超广的视角也让我在需要的时候可以边走边自拍录 Vlog， 稳稳地拿下画面。在街头实测时，我单手手持手机对着自己走。说实话，Mate 70 Pro 加的重量不算轻，拿久了会有点酸，但成片的稳定度和画质让我觉得这些都值了。让观众看着舒服，后期简单剪一下就能当做日常的 Vlog 素材来使用。除了拍摄端的花活，Mate 70 Pro 加在多机位拍摄上也考虑到了创作者的需求，它支持前后摄像头同时录像的双景录像模式，这在制作一些现场采访或者活动视频时特别实用。我可以一边用后置摄像头对准采访对象，一边用前置摄像头拍摄自己的提问和表情反应。手机会把2个画面以画中画或者分屏的形式同时记录下来，这样回去剪辑时就省掉了来回切画面的麻烦。素材已经是多机位同步的了，更讨巧的是，你甚至可以用 Mate 70 Pro 加实现主摄加长焦或者主摄加广角的同时录制，相当于1个机位拍摄2个画面。比如在演唱会现场开了双景模式，主摄拍整个舞台的全景，长焦同时特写主唱的表情，事后就得到了同步的2个视角的素材，非常带感。这种多影像的拍摄能力等于把复杂的拍摄流程简单化，让1个人也能玩出多机位的效果，感官瞬间提升了1个档次。聊完影像硬件和拍摄花活，再看看 Mate 70 Pro 加在剪辑层面给创作者带来的便利。华为的鸿蒙系统这些年进步很大，在这部手机上感受尤为明显。首先是系统的流畅度和稳定性。Mate 70 Pro 加的核心是麒麟9020芯片，配合16G 的大内存。日常我在手机上剪辑 4K 视频的时候，多轨切换预览都很顺滑，几乎感觉不到卡顿和延时。后台同时开着剪辑软件、素材库、音乐 APP， 中途还切出去回微信，切回来剪辑进度还在那里，应用没有被杀后台，这对创作者来说太重要了。因为灵感来了，想快速的拼接个片子，要是手机不停的杀后台或者掉帧，那创作欲望会被磨灭。有了充足的性能和内存，一切创意想法都能跟得上。系统功能上有几个贴心的小细节必须点赞，比如它有一个 AI 的智控键，就是在机身侧面的那个按键，我可以自定义双击它快速启动某个功能，我直接把它设置成一键启动视频拍摄模式，这样灵感来了或者遇到突发的画面，我就不用解锁再找到图标，双击侧键不到1秒就直接开始录制视频，很多转瞬即逝的画面就被这样及时的捕捉下来了。既然聊性能，也顺便说说发热和续航，这是很多创作者关心的痛点。好消息是 Mate 70 Pro 加的这2方面都做得很优秀。先说续航吧，它内置了一块5700毫安时的超大电池，这容量在旗舰机里也算是顶天的了，直接缓解了外出拍摄的电量焦虑。当然，就算真的把电量干到底也不怕。Mate 70 Pro 加支持100瓦有线的超级快充和80瓦的无线超级快充，官方数据是有线38分钟充至100%。发热控制方面 ，Mate 70 Pro 加也表现得同样的稳。任何性能强大的设备在高负载下都会发热，这无可避免。但华为在散热设计和芯片能效上下了功夫。另外 ，Mate 70 Pro 加的机身用料和设计也为稳定表现提供了支撑。它采用了高亮钛合金的中框和新的散热架构，机身厚度控制在了8.25毫米左右，却堆进了这么多料。重量方面有226克，说实话拿在手里的确偏沉，但这种分量也带来了扎实的手感和更大的散热空间。我长时间拍摄时，反而觉得稍重的机身配合双手持，有点像拿着相机的感受，有助于抵消小幅的抖动，可能是心理作用，但感觉确实手感稳。当然，单手拿久了还是会酸的。建议大家如果长时间 Vlog， 可以考虑用手机稳定器或者手机支架，省力又稳定。总之，在热控方面，我对 Mate 70 Pro 加很满意。它远离了那些性能怪兽烫手山芋的极端案例，达到了一个性能、温度和续航都平衡的点，日常创作使用绰绰有余。最后顺便一提它的耐用性，虽然
然可能跟创作关系不大，但有用。Mate 70 Pro 加支持 IP68 级的防尘防水，官方测试在6米深水下半小时没问题，甚至还可以达到 IP69 的级别，可以抗高温高压水柱的喷射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我在海边沙滩拍摄或者泳池旁边取景，不小心掉水里了，也不至于立刻报废。当然，我可不敢把这近万元的手机扔进水里瞎折腾，但至少小雨天的室外拍摄或者咖啡特写时不小心泼到点水，Mate 70 Pro 加都能扛得住。另外，前后都用了第2代的昆仑玻璃，抗摔能力比一般的玻璃强很多，基本上外出的拍摄不用过分的浇灌它，小磕小碰不用心慌。这些特质看上去跟影像没有直接关系，但对于常年拿着设备东奔西走的创作者而言，这就是安心创作的底气。OK， 聊了这么多，大家也看出来了，我对华为的 Mate 70 Pro 加是真心喜欢。作为一名影像创作者，我平时最看重的也就是3点：拍得好、剪得快、用得稳。而这台手机恰恰在影像质量、创作效率和可靠性上都交出了让大家非常满意的答卷。当然，它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神器，但在目前的手机阵营里，Mate 70 Pro 加确实算得上是创作者的生产力工具。总之，Mate 70 Pro 加用实际表现向我们诠释了手机影像的新高度。我们也看到且感受到了华为的用心，它不是简单的堆参数，而是从拍摄、剪辑、分享整条创作链路都做了优化，是一款真正站在内容创作者的角度去打造的手机。OK，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我的频道也会逐渐开始加入手机相关的内容，当然方向不是手机评测，而是手机的影像能力和 AI 功能。所以依旧，如果你有什么不懂不会或者更有意思的玩法，欢迎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下期见。